我刚给出生完不久的儿子喂完奶，正准备闭眼睡10分钟，眼前突然飘过了一行弹幕：别睡！你和你的闺蜜沈露同一天生产，她生下来的男婴有基因缺陷，她没能力承担治疗费，所以今晚她会把她的病儿换给你。你娘家虽然有钱治病，可3年后你耗尽积蓄也没能救回孩子，最后郁郁而终。芝娘，咱们俩的孩子同一天出生，多有缘分啊！会所说能免费拍新生儿的脚印纪念册，我让堂姐一起带回去吧。徐小姐，别让他们碰，再抱回来就不是你的孩子了。把孩子给我吧，谁都不能动我的孩子。徐小姐，您先别激动，刚好2个宝宝一起出生，就一起做个脚印纪念册，多有纪念意义呢。去哪里做啊？就在医院室隔壁的小拍摄间。谁负责？我和摄影师。家属能进去啊？里面要做控温消毒，一般不建议家属进去。那送。芝宁，免费送的。芝宁，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？我想着咱们俩的孩子同一天出生，我想给他俩留个纪念而已。要留纪念，你自己留。徐小姐。另外，从现在起，我孩子所有的陪护都要当着我的面做。他不去公共浴室，不离开这个房间。芝宁，刚生产完，神经别这么紧绷。我不是在耍赖。保胎针我打了整整3个月，生产时大出血，我差点就没撑过来。这个孩子是我拿命换来的，我现在只是不想让他离开我的视线，这点就过分。好了，这天大地大，产妇最大，就听芝宁的。行，既然你不想拍，我就先走了，你先好好歇着。第一局他没得手，可他们不会脱。扣子和我的腕环绑定，超过5米就会震动，剪断会报警。总之，谁也别想换走我的孩子。宝宝，量体温喽。我来。徐小姐，您不用这么辛苦，我们都是专业的。专业不等于可信。您产后敏感，我可以理解。行了，这里没你什么事，出去。啊，好的。那您和宝宝如果有什么需要，随时叫我。芝宁，这是我妈特意给你熬的，补气血用的。别喝，它里面放了安神类中成药，剂量不大，但能让你睡沉。原剧情里你就是喝完睡死，醒来孩子已经不是你的了。放桌上吧。叶行，你喝。啊？芝宁，这是我妈按照方子呀，特意给你熬的，熬了整整3个小时呢。我没胃口，不想喝，淡了。芝宁，你别浪费了人家一份心意啊！我说了，我不想喝。芝宁，这个汤里面可是有黄芪、当归、党参，全是按照老方子配的，特别补身子。你试试。什么老方子？是专业医生开的。方子的配料单给我看看。芝宁，露露是你最好的闺蜜，人家大半夜端着汤来看你，要咱们多少喝一口。想喝，你喝。你们3个
大晚上干什么呢？阿姨，这个汤是我妈特意给志宁炖的，整整炖了3个小时呢，是不生子用的。我也怪我，可能志宁她刚生产完，胃口不好，她不想喝，是我考虑不周了。这话听着委屈，实则故意把我架在了刻薄的位置上。志宁他不想喝就不喝，多大点事儿啊！给，拿回去。给，拿回去。那志宁，你好好休息，等你想喝了，我再让我妈给你炖。慢走不送。欢迎入住，请各位家属配合转移，不要离许小姐，房间湿度升高，宝宝要转去应急育婴室保温检查。许小姐，房间湿度超标，宝宝不能受凉，这是安全流程啊！贺燕行公司有事不在，是沈璐他们调虎离山。别让孩子进应急育婴室，沈璐的孩子也会被同时抱走。孩子哪儿都不去，来不及了！干什么？救我的孩子！许小姐，孩子不能受凉。是月子中心的负责人吗？你们的人把我的孩子强行带走了，立刻把我的孩子还回来！许小姐，宝宝给您送回来了。真宁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公司半夜突发情况，我就回去了一趟。月子中心负责人一给我发消息，我就赶回来了。先生，没什么大事儿。刚刚房间判定误触，我按照月子中心的规定，把宝宝带到了应急育婴室，现在修好了，我就把宝宝给送回来了。宝宝一切正常，请您放心。这不是我的孩子。许小姐，您是不是受到惊吓了？宝宝全程都在护理流程里，没离开过工作人员的视线。让沈璐带着孩子过来，马上！半夜打电话把我给叫回来，这是怎么啦？我的孩子被换了。你确定？我十分确定。志宁，怎么了？我刚才听护理人员说你找我啊。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！志宁，你说什么呢？让我看看他的脚。我孩子的脚怎么了？为什么要给你看啊？因为你怀里抱的是我的孩子。志宁，你是不是看糊涂了？妈，这个孩子的脚上没有月牙，他不是我的初爱。阿姨，我没有想到志宁会这么冤枉我。我冤枉你？你自从生产完，你就一直防着我，不让我碰你的孩子。现在你又趁着混乱，又来抢走我的孩子是吗？我知道你娘家有钱，我们家的条件比不上你，可你也不能因为嫉妒我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，你就非要说这个有问题的孩子是我的。我就说吧，这女的这2天有问题，半夜总抱着那孩子不撒手，原来啊是心里有鬼哦，太恶心了！自己的孩子不行，就想换给别人，这就是不善害命。我看他心态早就有问题了。就是说他是抽抑郁症那都是轻的，一会儿看他就是一个神经病啊！你们看他给孩子手上戴的那个花，哎呦，那就跟拴狗似的，那是一个正常的母亲能干出的事儿吗？就是。真宁，会不会是你搞错了？我自己生个孩子，绝对不会弄错。就是算好我老公在外地出差回不来，所以你掐好时间来欺负我是吗？
他倒打一耙，别被他带节奏。他怀里的孩子右脚有月牙纹。你把我的孩子，你疯了！你抢我的孩子干什么？你就给珍妮看一眼。他抢我的孩子，你们还有理了？哎，许小姐，虽然你是我们的客户，但是您这次做的确实是过分了，跟个疯子一样，还有爱生孩子，这是都脑子生出精神病了吗？谁说不是呢？一个母亲明明知道孩子不在自己怀里，可所有人都说我疯了，所有的证据都说她错了。我终于明白，原剧情里我为什么会被逼疯了。行，既然说不通，那就报警。许小姐，您真的误会了，刚才所有的转移都是按流程来，2个宝宝没有离开过工作人员的视线啊！就是你抱走了我的孩子，你还有脸？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宝宝啊！您想了，房间湿度超标，我怕孩子受凉生病。我做了8年的月嫂，我从来没出过这种事。许小姐，你不能冤枉我呀！芝宁，堂姐照顾了我们这么长时间，你怎么能这么冤枉她呀？这么着急替他解释，是在帮他，还是在帮你自己？芝宁，我知道你是担心孩子，可是不能因为你的多疑，你就冤枉堂姐，还怀疑到我的头上来啊！大家都看到了，我一直都待在房间里，我刚生产完，我连下床都费劲，我怎么办呢？我真的，这报警不是小事，这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我的孩子已经被换。是您说的对。今天只要我的孩子没找到，在场的每一个人，谁都不能离开。许小姐，今天在病房里发生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我们有监控，有腕带，还有登记记录的。那就交给警方。喂，是警察局吗？我要报警，云喜月子中心顶层，疑似新生儿被调换。疑似新生儿被调换。他还有后手啊！到时候如果提出鉴定的话，鉴定用的棉签他已经准备好了，会所脚印档案也换了，他行李箱里还有早就准备好的基因报告。2位女士，请各自抱好怀中婴儿，暂时不要转移孩子。警察，我要做亲缘检测，2个孩子还有我和沈，必须现场采样，器材也必须由警方提供或者第三方机构提供。不行，我的孩子还这么小，采样的话岂不是很遭罪？可以做口腔试子，不用抽血。我们会所就合作的鉴定机构，我可以帮忙联系，速度很快的。千万别用他对接的机构。他提前备好的棉签全是伪造样品，假棉签早已提前标注好姓名。不用你联系。警察，我们联系司法鉴定中心。这个是儿子出生3天内拍的右脚月牙纹，第2指根部分叉纹，而我怀里的这个孩子还没有。新生儿的皮肤褶皱会变，角度、光线、脚掌受力都会影响。我曾做过图像对比试。一张照片能说明什么？我要说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脚上本来他就有纹呢，那就看看你怀里的孩子。不行，我这孩子你刚刚都想抢走1次了，万一在我检查的时候你又想抢走怎么办？警察在呢，你怕什么？我是怕你伤害到我的孩子。沈小姐，请你配合。新生儿的脚纹像，它很正常，你们不能因为一张照片就断定这个抢走我
的儿子啊！对，孩子出生时都差不多，万代和登记才是正规依据。警察，万代可以剪，母婴扣可以换，连系统都可以改。姨可以查堂嫂的护理箱，就在那儿。对，听我儿媳妇的，查！凭什么秀查我？查！箱底拉链，那里面放着作案工具。检查箱子底部夹层。许小姐，这是我的私人物品，今天你要是硬翻的话，我就告你侵犯隐私权。芝宁，堂姐她照顾了我们这么长时间，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冤枉她呢？真阳，冷静啊！这箱子毕竟是月嫂的私人物品，这要是翻不出东西，咱们反而会占理。相信警察，咱们没必要多此一举。儿子，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啊！这毕竟事关我们贺家的血脉，这怎么能是多此一举呢？贺彦行不是在劝和，怎么像是在替谁打掩护？莫非他刚才的好男人形象全是演的？前世剧情没有这么一出呀！今天这个箱子必须查。好啊，你这个白眼狼，敢换我儿媳妇的儿子啊！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你换我的孙子！你这个王八蛋！妈，这什么？堂姐，你在我们月子中心干了5年，我本来以为你是一个有经验的老月嫂，结果没想到你居然能干出这种事儿。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许小姐，都是我一个人做的，跟沈女士无关。我最近真假千寻小说看多了，觉得好玩，所以才闹出这么一出。好玩？堂姐，我本以为你是一个淳朴善良的人，没想到你居然背着我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。亏得我还以为芝宁她是刚生产完，情绪不稳定，她想多了。没想到，你居然真的背掉了我们2个的孩子！芝宁，我为之前误会你的事情向你道歉。你一句误会就完事了啊？没门儿！我妈说的对，一句好玩定性不了这件事。警察，我请求立案调查。毕竟，如果没有人在幕后指使，没有人会因为一句好玩，还心血来潮的调换一个孩子。好，姓名：唐旭。身高：韩警察，希望可以尽快查到在幕后指使月嫂换子的真凶。徐小姐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为你找出真相。芝宁，你以后像这种知人知面不知心的人，你少跟他们来往。儿子，妈说的对吧？是，妈，你说的对。走了。韩警察，月子中心换子事件的调查有结果了吗？谢谢徐小姐。目前我们还没有更确切的证据证明指使月嫂换子的是沈露。警察当然调查不出来，沈露她可是花了大价钱买月嫂堂姐闭嘴的，而且她应该早就删掉了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。没错，这笔钱足以让月嫂心甘情愿地为沈露顶罪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是警察局的电话吗？哎，幕后指使堂姐换子的真凶有查到吗？堂姐有没有说出真相啊？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很着急的样子？
啊，不是，没有，我就是想知道结果而已。前世和言行一直都是个好男人，怎么现在越看他越觉得他是装的？没错，当初他以穷小子的身份娶了许志宁这个有钱的大小姐，婚后直接跨越阶级。他看似体贴入微，实则谁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？说不定他才是指使换子的幕后真凶。是吗？我看你这么着急，还以为你是怕真凶被查到了呢。当然不是。真凶现在是没有查到，不过我会一直查下去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呀，睡着了？给我，给我吧。志宁，这自打月子中心回来之后，孩子就一直生病发烧，不会是沾上什么东西了吧？要不要我找人看看？妈，不过确实得带初安去医院检查一下。你去哪儿？哦，公司临时有个会。公司最近的会怎么变得这么多？志宁，最近市场行情不好，公司的现金流出了很多问题。所以呢？你娘家不是给孩子设了一个过亿的医疗信托吗？我去问过了，只要你签字当天就能启用。有了这笔资金，家里的压力能减轻不少。他在催你，很急。急到这个程度，说明有人要拿钱做别的事，千万别听他的。我娘家留下的医疗信托是给孩子用的，不是来填补公司的。这孩子当初就是保胎生下来的，你看似健康，其实体弱的不行。现在娶了不早，而且万一我公司真出了什么事儿，到时候孩子生病拿不出钱治疗，那岂不是要人财两空啊？那我就再告诉你一次，我娘家留下的医疗信托是给孩子用的，不是来填补你公司的。知宁说的对，你是因为娶了知宁，你才能够创办公司的，你才能从一个穷小子变成现在的精英。做人要懂得感恩，以后这个家里边，知宁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不要跟他顶嘴。不是妈，你好了，你赶紧上班去吧，你别在家里碍眼，省得知宁看着你心烦。也行。早点回家，住院去。我倒要看看，恨死！你这么着急启用这笔钱是要干什么？许志宁这个你不知道抽什么风，信托的事情我跟他提了3、4回了，他就是不肯签字。哎，好了，可能是查后的情绪还没过去，再等等，说不定就松口了呢。咱们呀，就差这一步，那笔资金就到手了，千万别气馁。真他妈受够了！每天一回家就要装好丈夫，他一皱眉我就得哄他，他说报警，我连屁都不敢放你。3年了，我每天都得伺候他的脸色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呀就是被他们家的光环给遮住了。你有多优秀，我心里是清楚的。等这笔资金到手了，咱们就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。还是你懂了，啊！当初要不是我没钱，老子根本就不会娶她。啊，没关系，相爱的人呢，不管多久在一起都不算晚，只要钱到手了，我们在一起。虽然现在的孩子不是你的，可到时候我可以给你生很多个孩子。等这笔钱到手，我就跟他离婚，我要让许志宁他净身出户。好。就是现在他不肯松口，之前是想交换孩子，一来是用他的钱给你的孩子治病，二来呢是套住他的医疗信托。现在看来，只能想别的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当然有，自从孩子回家以后啊，原来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布局。我的婚姻，我的孩子，我的钱，全在他们的算盘。好啊，你们不是想要拿到这笔幸福基金吗？那我就把仪式
办给你们看。还没睡啊？叶行，你说的信托基金的事，我又考虑了一下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你说的对，川安现在体弱，你的公司也遇到了困难，我决定启动信托基金。太好了，织女，你终于想清楚了。那咱们明天就去联系信托机构办协议手续。不过，启动仪式上，我想把沈路叫过来。叫沈路做？前几天不是闹了一个大笑话吗？仪式毕竟是正式场合，我想给他赔个不是，免得他心里一直委屈。行，那你安排就好。好戏马上开始了。沈律师，您一直是我比较信任的律师，所以有件事情我要拜托你。许小姐，您说。2天后，我要启动我父亲留给我孩子的医疗信托，但在此之前，我要你帮我跟踪我的丈夫贺彦行，还有我的闺蜜沈路。如果他们2个一旦有亲密的举动，我要你拍下来发给他。明白。另外，我需要你帮我找一个人，沈路的丈夫岳长泽，他是位拳击手，在外面出差，在启动仪式时，我要见他。好。最后，我怀疑沈路和月嫂勾结，想要换我的孩子，所以我需要一位可以修复聊天记录还有转账记录的技术大师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办。徐女士，人都到的差不多了，仪式可以开始。再等一下吧，沈路还没到。好。芝宁，你叫沈路干什么呀？上次月子中心之后，我一看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妈，当然得等到他到，不来这部戏还怎么演下去？芝宁，芝宁，没想到你还愿意叫我过来。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这么重要的日子，咱们好歹姐妹一场，当然得叫你。芝宁，我知道以前的事情都是误会，你还是愿意相信我的。沈路，希望待会儿你还能笑得出来。各位，根据协议规定，只要徐女士和贺先生双方共同签署这份信托启用文件，基金即刻开始生效，款项会在3个工作日之内划入指定账户。二位，签字之前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这笔信托资金是芝宁娘家留给我儿子的保障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们本不该打他的主意。可是现在孩子体弱，我公司又出了问题，我们只能启动这笔资金。他这话说的真是真诚，连我都要被感动。今天也请在场的各位做个认证，这笔钱除了必要的公司周转之外，其余的每一分我都会用在孩子的身上。请在启动确认栏签字，资金会在3个工作日内划入指定账户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，师母？这份信托基金你没有资格用。师母，孩子生病是事实啊，这信托条款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只要孩子生病，那就能启用，咱怎么会没资格呢？因为我孩子生病，是你做的。什么情况？这啥情况？这是？芝宁，你在说什么啊？芝宁，你生产完情绪不稳定，我能理解啊，但现在是正式的场合，你能不能不闹？我没闹。这份基金想要启动，是建立在我孩子生病的基础上。可我的孩子很健康，是你让我的孩子从月子中心出来之后，
变得不健康。芝宁，你疯了吗？燕行可是孩子的父亲，你怎么能这么污蔑他？是啊，芝宁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妈，没有什么。暂时冻结启动仪式。各位，我来向大家一一道来。我的好丈夫贺彦行，还有我的好闺蜜沈露，他们俩究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？许之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许之宁，你别张口乱咬人！我跟燕行之间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？不止咱们贺家，谁不知道燕行是个好丈夫？这许之宁没有证据，怎么怨无现？就是，我估计啊，他是刚生完孩子不久，有点疑神疑鬼的，看着像。许宁，我知道你生完孩子以后情绪不稳，但是你也不能在这么重要的节骨眼上存心让我难堪啊！究竟是我产后情绪不稳定，还是你做贼心虚？究竟是我产后情绪不稳定，还是你做贼心虚啊？关了吧，屏幕关，手机都放山里了，拍了，屏幕关了，听到没有？贺彦行，沈露，你们真以为你们偷情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你这些照片哪里来的？当然是我派人调查，真是不查不知道，一查，还真把我吓了一跳。我操，这照片真刺激！贺彦行这凤凰男藏的可真深呀！志宁，这里人多眼杂，我回家给你介绍吧。啊！别碰我！别碰我！我今天就是要当着贺家所有亲戚的面揭露我的真面目。那个，我家里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站着！好戏才刚刚开始，这么着急走干什么？各位，今天的启动仪式就先到这里了。家里有些私事需要处理，大家先暂且自行离场。改日我们再。不起！你还要干什么？各位，今天召集大家前来，除了要揭露这两个人的真面目，我还要揭穿我的丈夫贺彦行和我的好闺蜜沈露，他们两个为了骗取我娘家留下的信托资金，蓄意买通保姆，想要调换我儿子的全部。叶之宁，你信不喷人！抱错孩子是月嫂干的事情，警察都没办法把我定罪，你凭什么把所有的脏水全都泼到我的头上来啊？薛之宁，你这话不能乱说。我什么时候和你闺蜜密谋骗取基金了？就是。再说了，我哪来的什么本事买通月嫂来换孩子呀？我一个刚剖腹产、输月子的女人，我能做什么？这两人演的真像，配合打得真好。前两句还在飙高音，后两句就开始卖惨，节奏拿捏的死死的。你如果是因为我照顾孩子不周，你心里有疙瘩，咱们可以回家关上门慢慢说。你没必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编出这么离谱的谎言吧？现在装不知道，那你来解释一下，之前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哎，这一共加起来得有30多万了。30万？哎，这月嫂一个月多少钱呢？行，你们不想说，我替你们说。这是沈露和月嫂的聊天记录，在3个月前，他们就已经在密谋了，想要在月子中心神不知鬼不觉的换走我的孩子，这就是全部的阴谋，所有的步骤都有具体文字说明。哎，贺彦行也参与了，你奇怪，你说这一个是她老公，一个是她闺蜜，这怎么还联系手来换孩子啊？这都不是换孩子了，这是信托基金诈骗啊！现在你们两个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照片是假的，这照片是他 P 出来的。你这个歹毒的女人，我跟你结婚这些年对你说一不二，你为了搞垮我，你什么谎言你都编得出来。哎，妈，你干什么呀？贺彦行，你还有脸叫我妈？啊，证据都摆在这儿，你们两个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妈，你们俩为了自己的私利想把我孙子换走，逼我儿媳报警，还逼着她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证据摆出来，你们简直都是畜生！
婆婆虽然也是贫苦出身，但她恩怨分明，不像贺延行那样吃米扒外。打得好，打得妙，打得呱呱叫。再多打几巴掌！这么多年，我都是怎么教你的啊？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你能娶到知音是你的福气？要是没有知音，你就是个穷小子。做人是要懂得感恩的。你把我说的话全当耳旁风了是吧？妈，你别叫我妈！我没有你这样畜生的儿子，我这么多年来教你做人的道理，都教到狗肚子里去了是吗？是。你是教我做人要懂得感恩，没错。可是你知道我活得有多累吗？啊！许知宁她是大小姐，她向来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我和她结婚以后，我天天得兢兢业业地伺候她，我不能惹她生气啊，否则我一个不注意，可能我这个月的生活费就没了。这个家里所有的开销，我都得经过她的同意才行。范衍行，你现在是在控诉我？我当然是在控诉你。许知宁，我早就受够了你这张高高在上的嘴脸，我必须得臣服你，遵从你，你知道我多恶心吗？那还真是辛苦你了，恶心我！当初还要装作体贴温柔的来追我，恶心我！还要跟着我吃牛排、喝红酒，穿着几万块的衣服，住着几千万的豪宅，还要用着我的资源、我的资金来给你开公司。我有时候真的很不懂你们这种人。想要权力又没本事挣，想要面子又没骨气撑，吃着我喂的饭还要嫌碗太重。范衍行，你到底是恶心我，还是恶心那个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靠发疯来证明价值的你自己？够，许知宁，怎么被我说中了？心虚了？你他怎么来了？他不是应该在外地出差吗？沈律师的办事效率很高，果然把人给我找来了。我老公本来在外地出差，怎么可能会突然出现在这？原来真的是你叫回来。当然了，如果不把他找来，这场好戏该怎么继续？如果不把他找来，这场好戏该怎么继续？老公，你出差提前回来，怎么也不跟我说？沈露，我问你，什么时候背着我出轨的？老公，你先别生气，你听我解释。这照片是 P 的，对，是 P 上去的。P 的？你当我是傻子吗？沈露，你他妈磨得好苦啊你！我天天在外面叫人打拳，辛辛苦苦挣钱养家，你背着我出轨是吧？他就是那个小白脸是吧？我今天非得弄死他了！你不就是想要一个解释吗？我给你这个解释。这些年一直在外面教别人打拳挣钱，我一年到头来见不了你几回面。我也是人，我也有需求。再说，你挣的钱是钱吗？那根本就不够我花。我也想像许知宁一样，天天穿大牌住豪宅，你能满足我吗？你不能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就出轨是吧？我跟叶行两个人已经相信，我爱他比你这个只会打拳的野蛮人强多了。最起码，他能给我想要的生活。沈露，我天天在外面辛苦挣钱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吗？有鬼也只能怪自己没有本事。你到底在演什么？你再辛苦又能怎么样？一个月只挣1万多块钱，连我都养不活，你想养孩子吗？孩子是不是你跟这小白脸生的？别有病了！孩子不是你的，还能是谁的？你好意思说？不仅能给我带来更好的生活，也给我带来一个有病的孩子。叶承泽，你摸着良心问问你自己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沈露，你还真是会倒打一耙。明明是你自己做错了事，现在却说是别人对不起你。是，做错事的人是我，因为我原因。我半夜看着我的孩子喘不上气来的时候，你以为我心里有多好受吗？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！听他说的也挺可怜的呀。
可怜归可怜，但是也不能拿自己的病孩跟别人交换呀。我能怎么办？开手术费要10几万，后续的治疗费用你知道要多少钱吗？我不花，我就只能看着我自己的孩子眼睁睁的去死。别转移话题，沈露，你自己做的孽你就得自己担着，你凭什么拉别人啊？志宁他凭什么要替别人养一个生病的孩子？他凭什么要把自己孩子的信托基金转让给别人？我只是看中家里条件比我好，我的孩子换过去他能活，他的孩子换过来，我也不会让他吃苦。你也是一位母亲，我只想让我的孩子活下去，我有什么错？你别把自己说的那么无辜，把自己的孩子去换别人的孩子，你还有脸说自己没有错？我今天要是不扇你2巴掌，你根本就认不清楚自己的嘴脸。哥，上我来。妈，让我来。这一巴掌打你不知廉耻，这一巴掌打你吃里扒外，这一巴掌打你恩将仇报。沈露，毕竟我曾经真的把你当成好闺蜜，连月子中心的钱当初也是我帮你付的。我操，打得太爽了！谁说不是呢？贺彦行，该你了。妈，你帮我劝劝志宁啊！你自己作的死，找我求什么情？没有你这个儿子。王道，让他和我老婆私通，我打他一顿，消不了气。好，你看。别，志宁，你想怎么打我就怎么打我，但是别让他招人家打拳了，这一拳下去不得打死我呀！现在就当怕了，晚了。来，亲我行吗？我亲你奶奶个腿儿！我他妈让你赌！妈，你没事吧？哪里不舒服？自己的儿子被人打，心里还是会不舒服。不过，是他活该。妈，虽然我跟贺彦行闹掰，但你永远是我妈。志宁，谢谢你。他妈，别打他！无论如何，你出轨是事实，孩子我会带去做亲子鉴定。如果孩子他确实是我的，该承担的医药费和抚养费我会承担。但如果不是，你也休想从我这里拿走1分钱。另外，我会起诉离婚。从今往后，不想再看见你。把我和叶行害得这么惨，当着琪琪的面出尽了丑态，你满意吗？我活了50多年，我真是开了眼啊！我见过不要脸的，我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。行了，贺彦行，闹也闹够了，我要跟你离婚。徐志宁，告诉你，想离婚没门儿！我给你结婚这些年，给你当牛做马的，你现在一句离婚就想打发我，你做梦！离不离婚不是你说了算的，是我说了算的。你不想离，我会帮你离，而且是净身出户的人。志宁，你看我跟你从恋爱开始到现在，我除了这脑子一时糊涂做了错事儿，那我对你可谓是尽心尽力啊！你想怎么打我怎么骂我都可以，但能不能不要跟我离婚？可惜啊，我有洁癖，脏了的男人就该丢进垃圾桶里，不是吗？别信，别求他，只要我心疼。呀，咱没有拿到钱这酒，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婚。行了，别在这惺惺相惜的恶心我，我看着反胃了。有什么话跟警察说吧。许小姐，我把警察带来了。韩警察，我实名举报我的丈夫贺彦行和我的闺蜜沈露婚内出轨，并且想套取我父亲留给我孩子的医疗信托，实施换子阴谋。
具体的举报材料稍后会由沈律师对接，希望尽快立案调查。好的，史小姐，我们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的。带走。也行，怎么办呀？我不想坐牢，我的孩子还那么小，他现在还生着病，每天晚上都喘不上来气，他还需要钱，需要人照顾。够了！你能不能不要像是苍蝇一样在我耳边嗡的了？我只能不想坐牢。你以为我想坐牢？好了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不想坐牢，可是现在许志宁手上有证据，他一定会把我们往死了说。与其我们一起坐牢，不如你一个人把罪全担了。你让我自己一个人承担吗？没错，反正你有和堂姐的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，我又没和堂姐联系过，这样最合理。那我出去以后，我再想办法把你救出来。你的孩子我也会照顾的，放心。你确定？当然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？孩子并不大碍，应该是前些天着凉吹风而导致的感冒发烧，以后注意保暖就行了。行，谢谢医生。我就说嘛，前2天我起夜的时候，看到那个不争气的儿子鬼鬼祟祟的，我问他干什么，他跟我说他起来给孩子盖被子。现在一想，肯定是给孩子掀被子。是啊，幸好发现的及时。妈，志宁，妈对不起，妈生了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，是妈没有把他教好。妈以后也没有脸见你了。从今天起，妈就搬出去。妈，别说这种话，我爸妈去世的早，您对我来说就像我的亲生父母一样。贺艳行是贺艳行，您是您，你呀就在这儿，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再说了，我要是随便找个人来照顾初安，您能放心啊？你真让我留下？当然了。志宁，你放心，从今往后，我一定把你和乖孙照顾得好好的。这个是生活费，你拿着，每个月50万，就跟当初我给贺艳行的一样，我会准时把钱打到卡上的。谢谢你。50万，妈呀！何艳行以前也吃得太好了，他到底在不知足什么？姐姐一个月给我50万，我能把姐姐当成再生父母伺候。许小姐，警察局那边刚刚传来消息，说沈璐意图叛逆，证据确凿，现在已经被正式刑拘了，刑期3至5年起步。至于贺艳行，贺艳行怎么？贺艳行证据不足，再加上沈璐表示全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主意，所以他无罪释放。就应该多管他几句，让他好好长长记性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有件事你帮我办一下。许小姐，您说。当初我拿了一大笔钱投了贺艳行的景盛公司，我持股40%，理论上来说我是景盛最大的股东，所以我要收回景盛。明白。您想怎么做？今天下午你带着你的团队跟我去一趟景盛。这不是贺总夫人吗？怎么来公司了？什么贺总夫人？你没听说医疗信托启动仪式上的事儿吗？圈子里的人都传遍了。以后啊，不要叫贺总夫人，要叫许小姐。没有许小姐啊，贺总什么也不是。你们合作可以好好在。贺艳行，我以为你从警察局出来就会夹着尾巴做人，没想到你像个没事人一样，还有闲心来公司处理事情。我是景盛的总裁，处理公事当然要来公司。我正在聊下一阶段的战略合作，没什么事不要打扰。处理公事不应该叫我吗？毕竟我才是景盛最大的董事，不是吗？正好今天你在这儿，有件事情要通知你，你景盛集团总裁的位置从今天起被收回了。凭什么？就凭
我是景盛集团最大的董事，手握景盛集团40%的股份。许之宁，你以为你赢了？看看这个。我当初就防着你这事，在你这些年忙着怀孕打扮的时候，我陆陆续续把王总、赵总、李董手里的股份都收了，加上我手里原本的20%，现在我持股50%。许小姐，文件是真的。他趁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通过多个空壳公司分批收购了其他董事的股权。所以现在50对40，我比你多。沈爸，你不够格！你以为你今天是来给我下马威的？许之宁，我告诉你，我等这一天等很久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收回我总裁的位置！再说一遍试试。贺彦星，你藏得挺深。彼此彼此。你真以为我今天只带了这一张牌？沈律师，是啥？贺彦星，你买股份的时候没有仔细看这份原始协议。当初你求我给你投资的时候，我在补充条款里加了一行字：甲方许之宁拥有1票否决权，无论以后乙方的股份如何变动，甲方都在重大事件上拥有1票否决权。贺彦星，你这50%的股份，在这1票否决权面前一无是处。这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当然不知道，因为当时你急着要钱，根本没仔细看这个签字。贺彦星，我再告诉你一次，你景盛集团总裁的位置，从今天起被收回了。从今天起被收回了。1票否决权，姐姐上疯了呀！贺彦行刚才那个表情，我截图当表情包。贺彦行藏了这么久，结果原始协议早被姐姐拿捏了，笑死你！你非要这样说？你非要逼死我才满意吗？我逼死你！贺彦行，从头到尾，我有逼你做过任何一件事吗？你没有逼我，你当着我所有的员工面夺走属于我的一切，你把我做的错事抖得人尽皆知，你让我以后怎么做人？你让我怎么活？贺彦行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我有亏待过你？我让你穿着几万块的定制西装，当着总裁住着豪宅，你本可以安稳度过这一生，可是你不甘心呀！你不甘心让我养着你，不甘心当个赘婿，是你自己既要又养，才把自己一步步逼上死路。我就是不甘心。凭什么你生下来就什么都有？好，我来告诉你凭什么。贺彦星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是靠父母留下的钱才能过得这么舒服的？不是的，我父母生前只留给我了一份医疗信托，其他的什么都没留下。仔细看看吧，22岁，我用身上所有的钱投资了一家快要破产的科技公司，2年后这家公司被收购，我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24岁，我做天使投资，投了3家初创公司，2家上市，1家被并购。贺彦行，我跟你结婚之前，身家就已经过亿。这些年你身上穿的那几万块的定制西装，你开的那辆限量款的跑车，还有住的那套市中心的大平层，没有一样是我父母留给我的，而是我许之宁自己一笔一笔挣的。贺彦行，你不是不甘心当个附属品，你只是不甘心承受，没了我许之宁，贺彦行什么都不是。我服了，许小姐气场2.8米，我们的贺总不，
贺彦行，真是个连软饭都吃不明白的渣男啊！可不，我要是贺总，一定把许小姐大腿抱得紧紧的。能娶到这样的老婆，我做梦都要笑醒。这个等等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只愿你别走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。我保证，我从今以后什么都听你的，我再也不搞这些小动作了，我老老实实待在你身边。你想打我骂我都行，我也不想磕头都行，只要你别好。你就算现在跪下，我也绝对不会信任。贺彦行，3年的婚姻到此为止。当真是这么不念旧情？这么多年的感情，离婚诉讼我已经委托沈律师上交法庭了。这是立案通知。贺彦行，这个官司你一定会赢，而你会净身出户。这些年你从我身边拿走的每一分钱，我都会让你一分不剩的还回。徐静静，我告诉你，我死都不跟你离婚！你想让我净身出户，没门儿！到死也要拖着你！你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婚，或者是这……徐静静，你回来！你回来！真是个连软饭都吃不明白的渣男啊！看什么看？你给我滚！初安有没有想妈妈呀？他当然想啦，一天都没有见到妈妈了。快来，我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糖醋小排和这个清蒸鲈鱼，快尝尝。闻着就香。妈给你加一个，尝一尝特地为你做的糖醋小排。好吃。累坏了吧？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都忘了给孩子换尿不湿了。你多吃点啊，我先去换啊。呀，奶奶来了，来，奶奶闻，拿出纸老公这种东西，没了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有钱有孩子，有个真心待我的婆婆，这日子挺舒心的。徐志宁，你以为夺走了我景盛集团总裁的位置，我就真的一无所有啊？喂，张哥，是我，贺彦行啊，那个最近手头有点紧，能不能借我个500万周转一下？利息就按市场上最高算的都行。贺总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最近资金也紧张，爱莫能助。王总，我是彦行啊，那个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是贺总啊？哎呀，不巧，我现在要开会去。等下，王总，以前咱们不是好兄弟吗？你可说过的啊，我有困难你一定帮。实话跟你说了吧，以前大家愿意跟你玩，是因为许小姐暗中打点过的。现在圈子里都在传许小姐要跟你离婚，谁还喜欢跟你玩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以前老子风光的时候啊，一个个都来巴结老子，叫老子贺总，跟老子称兄道弟。现在老子落难了，全都他妈装死！来，这点哈密瓜，我今天早上去市场买的。好甜啊！我今天早上啊，跟王阿姨一起去市场买的，可新鲜了。来，你也吃。我也吃。之后几天，我在家不是吃，就是偶尔逗逗孩子玩。至于贺彦行，听说他因为没钱，才到处找工作。您好，
我约了你们王总面试。贺彦行先生是吧？对，这边请。你好，这是我的简历。贺先生，那我就直说了，您这简历确实很丰富，仅是个前总裁，但是吧，我们查了一下您离职的原因，圈子里都传遍了，您那事儿吧，它不太光彩。我们王总的意思是，妙想传不下您这尊大佛，要不您再到别家看看？明白。就是他，就是那个被老婆赶出公司的渣男。小点声，但他好落魄，跟圈子传的完全不一样。我贺彦行当初也人模狗样，我现在怎么了？难道我离了许志宁还真就不行了？喂，彦行，我想见你一面。彦行，你终于来看我了。你去看过孩子没有？孩子怎么样了？他现在发烧好了没有？现在谁在照顾他？看看啊，这孩子挺好的，烧已经退了，有人照顾着，你放心吧。那我呢？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啊？我一天都待不下去，我快要疯了。怎么找啊？换了，别着急，你再等等。我等不了了，我想我的孩子，我想去抱抱他。你不认识很多人吗？我想想办法疏通关系。在办了，就安心等着吧。贺彦行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在想办法？哎呀，当然想了。你看我这不是来看你了吗？哎呀，下午还有事儿呢，下次再来看你。贺彦行，根本就没有想办法。不行，我不能拦在这里面。你到底给放哪儿了呀？这是，妈，您找什么呢？你早死的留下的地契，那可是要留给我乖孙的，我得找出来给他放好。妈，您的乖孙啊，以后有我留给他的东西，用不着那个地契。那你的是你的，我给的是我给的，不一样。志宁，妈不识字，你来帮我看看这里边是什么。妈，是一封信。信？蔚蓝新起，贺建国留，好像是公公给你留的。这早死的什么时候给我写过信？咋不知道呢？你看看里边都写什么了？蔚蓝，我对不起你。当年我和隔壁的李姐好上，她和你同时怀上了孩子。我怕李姐一个人养不活孩子，正好你又和李姐同时生产，我就把李姐和你的孩子调换了。这件事儿我到死都没敢告诉你。我只能写一封信，放在你的嫁妆箱里。希望你以后看到这封信，不要恨我。但行居然不是我亲生的，是我早死的和李姐生的孩子。原来公公当年还有这么一出，还真是血脉相传啊。原来这换子操作还是遗传的。公公死了倒是一了百了，留下婆婆一个人承受这些。前世可没有这么多延伸剧情，现在这剧情走向真是越来越精彩了。妈，我伺候了他一辈子，他生病的时候，我给他端屎端尿，他居然骗我给别人养孩子养了一辈子。妈，你别难过，
这不是你的错，从头到尾您都是受害者。难怪燕行他打小就跟我不亲，我以为这男孩子长大了都这样，原来他不是我亲生的，他身体里边流的是那个女人的血，他的那些自私、阴狠、算计，他都不是随了我的。我还以为是我把他教歪了，是我没把他养好啊！妈，你养了贺延行30年，给他吃，给他穿，给他体面的生活，您对他问心无愧。妈，那个被换走的孩子，我帮您找。是你，我知道孩子不见了是什么感受，所以我一定会帮你的。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上哪儿去找啊？只要用心找，一定能找到。这他妈是人住的地方！一个个的都他妈白眼狼！哎呀，家人们呐，我就这样被我老婆赶出来了呀！现在房子、车子全没了呀，连孩子都不让我见呐！哎呀，感谢曹总说的大火箭，感谢感谢。他这样也有人信？我是不是也能？许真，你有权有势又怎么样？那在网上还不是谁的声音大谁就有道理？大家好，我叫温妍希，我想给大家说一个故事。怎么了，沈律师？许小姐，出事了！许小姐，出事了！贺延行在网上发了一段视频，您快去看一下热搜，现在已经冲到了前3。我的老婆徐真玲，她把我从家里赶出来了，她连孩子都不让我见。我跟她结婚这3年，我给她灯油做饭，我对她说一半，她就以为我跟她闺蜜可能我俩就稍微走了几分钟。这男的有钱女人的心真狠，家门好歹我看视频里这只有出轨才被赶出来的。沈律师，我看到了。许小姐，现在评论区已经有不少人在声讨您了。我的建议是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发律师声明，先把证据拿出来。不着急。许小姐，你看过那个视频吗？早高峰的地铁上，有一个年轻人没有给老人让座，全网都在骂他没素质。可没人知道，那个年轻人已经陪护了3天3夜，腿都站住了。舆论这种东西，只有到达最高峰的时候，翻转起来才最爽。我明白了，许小姐。不过，确实有些材料需要你提前准备。放心，您尽管吩咐。骂吧啊，骂得越狠越好。许真，没想到啊，你们也有这一天。等死吧你！妈，哎呦，志宁，我今天早上收到好多短信，都是骂人的，说什么说你心狠，说你把老公赶出家门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看，不要脸的女人，去死！臭婊子，有钱了不起啊？真没想到啊，贺延行的动作还挺快。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贺彦行又在外面作妖了？去找他，我亲自撕了他的嘴！哎妈，别急，贺彦行呢，就是在网上发了一个卖惨的视频，还找了水军来骂我。没事儿，让他再蹦跶2天。卖惨？他有什么脸可卖惨的？就是因为他没理，所以他才只能卖惨不同情啊。妈，他现在跳得越高，到时候就会摔得越惨。我真是白养他这么多年，早知道他要变成这副狗样子，在他出生的时候我就把他丢了。这几天呢，咱们换个电话号码，陌生电话也不要接了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我去开门。啊，沈律师啊，史小姐，你让我准备的资料我都整理好了。这份证据呢，确实足以澄清我，但不足以让这场戏变得更精彩。您的意思是？现在网民骂得很惨，如果我把这个证据发出去澄清，他们只会觉得哦，这件事情澄清了，反转了。但我要的不是澄清，我想要贺彦行彻底从互联网上消失。那您的想法是？贺彦行把沈路丢在看守所里不管不顾，沈路早就寒心了。现在他们已经从同谋变成了仇人，你说现在把沈路放出来，他会不会咬一口贺彦行？对，志宁这个办法好。你来干什么？看我笑话的？看笑话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确实可以笑，但我今天来，确实不是来看你笑话的。贺彦行昨天上传了一段视频，说自己被净身出户，现在全网都在骂我。你猜他提到你没？没有，一个字都没提。你现在在里面替他扛，他在外面把自己包装成了受害者，把你摘得干干净净。沈路，贺彦行不救你，我可以救你，但你要帮我做一件事，一件让贺彦行再也翻不了身的事。这招好啊，让他们狗咬狗。我真的开始期待下面的剧情了。沈路和贺彦行咬起来会怎么样？剧情要是能开1.5倍速就好了。想看，想看是，我也很期待他们狗咬狗的样子。好，我走，但你要说话算话。我许之明答应的事，向来说到做到。你要我做什么？我要妈，回来啦！事情都办好了？办好了，我来。来吧，楚安。那沈路真的答应了？他不是跟贺彦行是一条船上的吗？是，不过呢，贺彦行把沈路丢在看守所里不管不问的，而且每次去探视的时候都是敷衍了事。沈路现在比任何人都恨他，而且我还答应他，只要他按我说的做，我就会向法院提交从轻处理的罪书。那沈路什么时候出来？我已经联系了警察局那边，手续倒是都办妥了，最多3天，沈路就能被保释出来了。沈路出来了？那他出来以后呢？沈路出来以后，第一件事一定是去找贺彦行。他在里面被关了这么久，被贺彦行耍得团团转。他如果不当着贺彦行的面亲自撒了这口恶气，他是不会甘心的。好，就应该让他们2个人当面死。而且啊，我已经让沈律师联系了媒体，全程直播。好啊，就应该让全国的网友都看清楚贺彦行这个畜生到底是什么东西，看他那张卖惨的脸还能够怎么演下去。再等2天，
等这波舆论再发酵，到时候我就去找许志宁，让他当着全网的面给我道歉，把公司好了，把房子养。许志宁，你没想到吧？你跟我斗，你一个女的，你在我前又怎么样？那网上这些唾沫星子就能把你淹死。到时候你跪着求我这老子都还要考虑。谁啊？谁呀？大白天。沈璐，你怎么出来的？怎么，看我出来很意外？当然意外了，我不是说过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？你看你这不是马上就到我身边来了？想办法？你在看守所里面说你会想办法，我真的以为你会想办法，可结果呢？第二天，我拖着看守所里面的人去打听了，没有问过我一句实话。我替你扛了这么久，我可什么都没说，可你拍视频卖惨，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受害者，把我撇得干干净净。贺彦行，你还是人吗？那你现在不是也出来了吗？你冲我吼什么呀？是许志宁帮的我，不是你。你以为许志宁他为什么帮我？他让我把你怎么偷情，怎么策划换子，怎么套取他的医疗信托这些事，当着所有人一字一字的讲清楚。你答应他了？我为什么要替你扛？我为什么要替你蹲他？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时候，你有想过我吗？我今天来，就是让你也尝尝什么都被人扒光的滋味。什么？你听我跟你解释啊，我不是不想救你，我是真的没钱了。但许志宁他把我所有卡都停了，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，你说我怎么救你？你没有钱。你拍的那些视频，光靠打赏，你收了多少钱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拍的那些视频卖惨，说自己被老婆扫地出门，1分钱都没有拿到，在出租屋里面吃泡面。底下的评论区一水的说：“大哥好惨，我们支持你。”贺彦行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，你惨吗？你穿着高地，住着豪宅，开着豪车的时候是谁给你的？你当着鼎盛的总裁是谁给你的位置？许志宁1个月给你50万的生活费，你拿着他的钱来养我，你还嫌不够花？沈璐，你今天就是来替许志宁骂我的？我是来讨债。不是你。许志宁，你们怎么找的这个？你不是把我发到网上了吗？现在全网都在找我，正好我也来找你，把这件事情给说清楚。说什么？说清楚？当然是说清楚，谁才是真正的人渣。沈璐，该你了。我叫沈璐，在贺彦行和许志宁还是夫妻关系的时候，是他先主动找的我。太精彩了！贺彦行那个表情从得意到惊恐只用了1秒，哈哈哈哈！继续。3年前，贺彦行他主动加的我的联系方式，他和我说，他和许志宁的感情不好，在家里面没有地位，天天都在和我诉苦，这一诉就是整整2个月。我那时候也是傻，觉得他可怜。再后来，
就在一起了。所以是贺彦行主动追求的您？是他，这一切都是他主动的。他给我转账，他给我买东西。我那时候也是年轻，我以为他是真的爱我。沈路，你胡说！明明是你先勾引我的，是他明明知道我有老婆，他还往我身上贴。我勾引你？你忘了你半夜喝多了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哭的事情了？你忘记给我买东西说过的那些话了吗？贺彦行，你说那些话的时候你要不要脸？贺彦行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渣，那你倒是说说我渣哪儿了？你出轨，我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跟你离婚，而你呢，把我发在网上编故事，来让几千万人来骂我。贺彦行，你现在摸摸你这张脸，还叫脸吗？闭嘴！急什么？还没结束呢。孩子的事也该说说了吧。贺彦行跟我说，徐志宁的孩子有一个医疗信托，钱很多。他说，只要把我自己有病的孩子和许志宁的孩子换掉，那个医疗信托的钱就能落到我们手里。感情我们这帮网友被当枪使了。我还在网上同情贺彦行，原来他在纯纯卖惨博同情呢。我他妈还跟他打赏，渣男，还钱！把直播关了，我让别拍，听到没？你关了，听到没有？贺彦行，这件事情你严肃了吗？你还怕什么？好说，是他先打那个信托的主意的，是他先提出来的，我一开始是不同意的。你不同意？他第二天连中间人都找好了，甚至连价钱都已经谈好了。贺彦行，你现在还有脸说自己是受害者？徐志宁，你这次是彻底把我毁了。我毁了你？贺彦行，你今天的下场都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走来的，从来就没人退过。沈律师，都录下来了，全程记录。录下来又怎么样？口说无凭，你没有办法让我做好。贺彦行，你好自为之。沈璐，你的案件我会请求法院从轻处理。谢谢。志宁，你回来了。妈都看到了，全网都看到了。别拍，听见没有？这个贺彦行，这个畜生，他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被人扒得一干二净。你是没有看到这直播间的弹幕啊，全都是在骂他的。还有人说要让他把之前直播打赏的钱全部给退回来，这真是老天有眼呀！这都是他应得的。哎，事情总算是结束了。其实还不算彻底结束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。还有啥事儿啊？离婚诉讼1周后开庭，等判决下来，我跟贺彦行就彻底没关系了。对，该离，越快越好。这个婚呀，早该离了。哎呀，妈，还有一件事，您亲生儿子的事，我已经托人在查了。志宁，辛苦你了。没有什么辛不辛苦的，我是真心的想帮你。许之宁自己刚打完一场仗，转头就帮婆婆找儿子，这个家没有她真得散。贺彦行马上要被判净身出户了，爽！买点包子，明天再买，今天不吃了啊。妈，妈，妈，真的是你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还我。妈，你帮帮我，我这2天身上1分钱都没有了，那个房东他把我赶出来，我现在住的地方都没有。妈，你带我回家吧。别叫我妈。你这说什么呢？你不是我的儿子，你是贺建国和隔壁李姐生的私生子。30年前，他
他把你和我的亲生孩子给调包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不信，不可能！是不是和许志宁串通好了？我现在这副样子了，你们还是不想让我好过，是不是？你现在连儿子都不认了，你跟你爸还真是一模一样，自私、贪婪、虚伪。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，我魏兰没有你这个儿子，以前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你好自为之吧。妈，妈，怎么了？是路上出什么事了吗？我今天在街上碰到贺彦行了，他穿得像个乞丐一样，蹲在垃圾堆旁。他看到我，就扑过来叫我妈。我跟他说了，他不是我儿子，我也不是他妈。我把贺建国那封信的内容全都告诉他，也好，这件事情他迟早要知道，早一点知道，也能早一点动了念想。他听到这个事儿之后，整个人都傻了，他就那样站在那儿。说实话，我看到他那个样子，我这心……妈，心软是很正常的。您毕竟养了他30年，30年啊，连养条狗都养熟了。您今天这件事情做的没错，就该早一点让他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欠他的。我知道，可是我这心里还是堵得慌。婆婆嘴上再硬，心里还是难受的。养了30年啊！贺彦行这下是真的一无所有了，连妈都没了。贺彦行啊，贺彦行，你有想过自己会有这么一天吗？难道我真的错了？我没错，错的是许志宁，是他步步紧逼，不肯放过我，是他毁了我的一切，是他把我原本好好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，让我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大晚上不睡觉，吼什么呢？还有儿子，只要我的儿子还在，我就有底牌。许志宁，你就跟我断不干净。许志宁，我走入我的一切，你也别想后悔。我把孩子偷了，看你给不给我钱。怎么还是不对？换密码了吗？你是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吗？还敢来作死？这密码不对啊！哎呦我操！怎么？你是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吗？还敢来作死？不是，是这样，我不是我就是想回来看看我妈跟孩子。哼！你管凌晨2点翻墙撬锁，想看看？我回来拿东西，我还有一些衣服和证件在里面。
你让我继续拿一下，拿一下我就走。你的行李和证件，我早就让审律师打包寄走。你今天是为了孩子来的，贺远行。上次视频直播的时候，全国几千万人看着你被扒得底朝天，你现在还敢来偷孩子？你是觉得我不会把你送进去吗？师姐，我求你，你让我看看孩子吧。孩子毕竟是我亲生的，我有权见的，你不能剥夺我做父亲的权利啊！来，锦鲤。我操，他居然跪下了，又来卖惨这一套。有权见儿子，你配吗？换子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讲权利？贺远行，你真是一直刷新我对你下限的认知。是宁，我真的就是想看看孩子，我毕竟是他的亲生爸爸，就让我看一眼就行啊！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，我就剩这点念想了，你总不能连这点念想都不给我吧？爸，你哪怕做过疑似事情，配得上爸爸这2个字？你算计他，故意让他生病的时候有想过你是他爸爸？从他出生起，你抱过他1次吗？没有，你的心里只有你的私欲和利益，你这样根本不配做出来的爸爸。我不管，我是他的亲生父亲，这是事实，谁都改变不了。就算是法律也不会剥夺我做父亲的权利。权利是留给有担当、有底线的人，而你只想有父亲的红利，从来不想承担父亲的责任。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谈权利。保安，把他送去治安局，就说他私闯民宅，关他3天。3天后，等离婚诉讼的时候再把他放出来。以后如果再在小区里见到这个人，直接放弃。这他妈也太狠了！你连孩子都不让我见，你不能好死你！这不是离婚吗？3天后的离婚诉讼，在法律上我还是要争夺抚养权。你想跟我争孩子？你有这个本事吗？带走。不起。关于许知宁诉贺艳行离婚纠纷一案，现在开庭，原告方请陈述诉讼请求。审判长，原告许知宁女士诉讼请求如下：第一，判决准予原告与被告离婚；第二，被告贺艳行净身出户，名下所有财产归还原告；第三，婚生子许初安的抚养权归属原告许知宁女士所有，被告承担相应的抚养费。被告方对以上诉讼请求有无异议？我认为，即使原告是出资方，但是婚姻续存期间的夫妻财产应视为共同所有。夫妻婚前一方财产及婚后明确约束规定一方的财产，不纳入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范畴。我方提交证据当中包括了原告与被告在婚前签署财产协议，上面明确约定了双方财产各自独立。被告方有无异议？下面进行第2项，关于婚生子许初安的抚养权归属问题，原告方请陈述。审判长，我方当事人许知宁女士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、良好的居住环境，且自孩子出生以来，一直由许知宁女士及其祖母魏兰女士亲自照料。反观被告贺艳行，婚内出轨，目前无正当职业，无固定住所，甚至因治安问题被小区拉入黑名单。综合以上条件，我方认为被告不具备抚养子女的基本能力。那是我儿子，你们没有权利把他从我身边夺走，我有权利抚养他的。被告请保持冷静。贺艳行，你是我儿子生理学上的父亲，我承认，但喂奶、换尿布、半夜起来哄他睡觉，你做了哪件事？贺艳行，你是想要孩子，还是想要一个可以威胁我的筹码？合议庭经评议，现对原告许知宁诉被告贺艳行离婚纠纷一案作出如下判决：一、准予原告许知宁与被告贺艳行离婚；二、关于财产分割，鉴于被告名下的全部财产均来源于原告婚前及婚后个人投资收益，
且有婚前财产协议为证，判决被告贺艳行名下的全部不动产、车辆、存款均归还原告许之宁，被告贺艳行净身出户。3、关于婚生子许初安的抚养归属权，综合考虑了原告的经济条件，婚生子许初安的抚养权归原告徐之宁所有。我不服，我不服，我上诉！你是这么判的吗？孩子是我亲生的，我不能抚养，那谁能抚养？我告诉你，被告请注意纪律。贺艳行，你可以上诉，我奉陪到底。贺艳行最后那个嚎啕大哭，半分解气，半分可悲啊！净身出户，抚养权归女方，全网见证，这个结局我太满意了。一切终于结束。之宁，之宁，我有事求你，之宁，我知道我不配来找你，但是我真的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这孩子从出生下来就一直有病，前段时间刚检查出来肺部有感染，医生说再不治就实在撑不下去了。之宁，我没有钱治，孩子他爸也没有钱。我知道我以前做过很多对不起你的事，我知道我不是人，但是孩子是无辜的，求求你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你救救他。沈洛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当初你没有选择跟贺艳行一起来换我的孩子，而是来请我帮忙，我或许真的会帮你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我错了。可是你被金钱蒙蔽了双眼，信了贺艳行的鬼话。对不起，之宁，各位知情，我一直以为你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，所以我一直在跟你交流的时候都保持着虚伪，我怕我求你的话你会笑话我，我不敢。他现在我醒悟了，什么金钱，什么虚伪都是狗屁。这孩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真死。沈洛，你做人真的很难，但你做母亲更何可。你现在不管怎么说我，怎么骂我，我都忍。可是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孩子，给他一次机会，让他活下来，好不好？我会帮你联系医院，但手术费由你自己出。谢谢之宁，谢谢你。哎呀，妈妈回来了，开庭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顺利。初安，来，妈妈看看。顺利就好，我还怕他纠缠呢。不会，我是最强大的律师团队，他赢不了，对不对呀？你上一天班累了，我给你倒杯水啊。咱们去给妈妈倒水来了。喂，沈律师。徐小姐，刚刚我在回律师事务所的路上接到了一通电话，你让我查的那件事有结果了。找到了。找到了，徐小姐，魏女士的亲生儿子现在还活着，而且就在这座城市里。你把地址发我。已经发到您的手机上了。志宁，志宁，谁的电话？出什么事了？妈，找到了，找到什么了？当年那个被换走的孩子找到了，他还活着。你没有骗妈，是真的。这样，我们收拾一下，明天我带你去见他。志宁，谢谢。妈，
就是这儿了，您准备好了吗？许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叶承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上次之后，我带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。沈露虽然出轨，但她的孩子确实是我的。孩子最近病情有点反复，手头有点紧，我帮我兄弟搭把手，卖点东西，做点钱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阿姨你好，我叫陆安，您看你想买点什么吗？陆安。陆安，你是我儿子，我是你亲妈。阿姨，您认错人了吧？没有，没有，你就是我儿子，你就是我儿子。阿姨，您先别哭。您说的什么亲妈，我听不明白。你好，我叫许之宁。30年前，因为一场阴谋，您和您的亲生母亲被迫分开了。这位蔚兰女士，就是您的亲生母亲。所以，我以为的养父母，其实并不是我的亲生父母。是妈对不起你，是妈没有把你看好，是我被那个贺建国骗了30年。孩子，妈对不起你，妈对不起你啊！阿姨，阿姨您别哭了。虽然这件事情我一时半会儿还消化不了，但您别哭了。看您这样，我心里难受。妈不哭了，妈不哭了啊！别哭了，阿姨。你这么多年过得好不好呀？我挺好的。那这些够你生活吗？够。对了，你刚刚说孩子的病情反复，先天性的心脏问题，严重吗？做了手术就好了。啊，你跟沈露，你们两个怎么样了？离了。正式办完手续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不过为了孩子，我们还是会联系。昨天他给我打电话，大哭了一场，说他去找了你。是，他请我帮忙，我帮他联系了医院。他说要不是你，孩子可能真的撑不过去。许小姐，谢谢你。不用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是帮他，我也是一位母亲，我是在帮那个孩子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更要谢谢你。咱们开动吧。来，多吃一点，看你瘦的。阿姨，魏阿姨，你别光顾着我，你自己吃啊。别叫我阿姨，叫妈。你要不想叫也没关系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。先吃饭，来。陆安，你就让他给你夹吧。他盼这一天不知道盼了多久了。你今天要是不让他给你夹，他得念叨1个多月。好吃，比我养母做的好吃。这孩子长得跟您真像，许小姐。大家都这么说。我呀，看这小子以后肯定是个不省心的。这才是家该有的样子，温馨得我眼眶都热了。没错，终于大团圆了。今天下午5点左右，城东清源大桥发生一起跳河事件。据目击者称，一名30余岁男性从桥面翻越栏杆跳入河中，后被附近巡逻的水警救起，目前已送往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抢救。据初步调查，该男子疑似近期陷入经济纠纷与家庭变故，具体情况警方仍在进一步核实。这个人你们认识吗？认识。我操，跳河的是贺彦行。许之宁，我短信没发出去，他是想发什么？求饶还是诅咒？
贺彦行真的走到这一步了，虽然活该，但看着还是有点唏嘘。他怎么跳河了？妈，这个人我太了解了，他根本不是真的想死，他就是想用这最后一招来逼我回头。他以为他躺在医院里，我就会心软，就会去看他，就会给他钱。所以，妈，别再管他了。吃饭吧。啊，吃饭。菜都凉了。你们也是。让渣男后半生就在悔恨中度过吧。就是，我们知宁独美。大结局，撒花。从今往后，贺彦行这3个字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了。未来，我会更幸福的生活。